暮色浓妆血染天，六命亡魂断鹤音。乱伦疑云迷真相，谁道凶器藏隔间？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暮色渐沉，巴伐利亚乡间一座偏僻的农场里，炊烟依旧袅袅升起。农场主一家和新来的女佣总共6个人，却再也无法享用这一餐晚饭。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每个人都遭受了极其残暴的重击，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这6人惨死后，凶手并未离开，而是在这座充满死亡气息的农场里，若无其事地生活了整整4天。这就是1922年震惊德国的辛特凯费克谋杀案，一个关于熟人作案的可怕传说，一个历经100年依然未解的谜团。当我们走进这个看似宁静的农场，揭开这场惨剧的重重迷雾时，你会发现，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陌生人的威胁，而是那些最熟悉的面孔背后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秘密。1922年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尚未愈合。作为战败国，德国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在通货膨胀的风暴中摇摇欲坠。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充斥着混乱与犯罪，政治极端势力趁机崛起，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绝望与不安之中。就在这动荡的时期，在慕尼黑北方70公里的巴伐利亚乡村，一座名为辛特凯费克的偏僻农场即将成为一起震惊德国的灭门惨案现场。这个农场虽然偏僻，但与附近的格罗伯恩小镇和凯费克镇仍有往来。农场主人是63岁的安德烈亚斯·格鲁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与72岁的妻子凯瑟琳的婚姻并不和睦。他们和35岁的寡女维多利亚一家共同生活在这里，包括他的2个年幼孩子，7岁的凯瑟琳和2岁的约瑟夫。此外，还有一位新来的44岁女佣玛利亚·鲍姆加特纳。在惨案发生前的几周，农场里就开始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安德烈亚斯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串通往房屋的脚印，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离开的脚印，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安，仿佛有什么不速之客潜入了农场，却又神秘地消失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家里的钥匙竟然不翼而飞，阁楼上也时常传来奇怪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上面走动。甚至安德烈亚斯还在家里发现了一份从没订购过的慕尼黑报纸。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之前的女佣也曾抱怨过农场里闹鬼，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让他寝食难安，最终选择了不辞而别。然而，安德烈亚斯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他固执地认为这只是巧合，并没有将这些怪异事件放在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正是即将到来的恐怖灾难的预兆。1922年3月31日，这个平静的星期五注定成为辛特凯费克农场最黑暗的一天。傍晚时分，新来的女佣玛利亚·鲍姆加特纳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农场，简单寒暄后道别。谁能想到，这竟是玛利亚姐姐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家庭。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心策划的惨剧悄然展开。凶手对农场布局和家人习惯了如指掌，暗示着极可能是位熟人。凶手首先将安德烈亚斯、凯瑟琳、维多利亚和7岁的凯瑟琳分别引诱到谷仓，在那里用鹤嘴锄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1下、2下、3下，每一次挥舞都伴随着骨骼碎裂的恐怖声响，鲜血飞溅，染红了谷仓的墙壁和干草堆。72岁的凯瑟琳和35岁的维多利亚不仅遭受了重击，还被凶手残忍地勒死了。祖孙2人倒在血泊之中，至死都无法瞑目。在谷仓里的杀戮结束后，凶手返回了屋内，残忍地杀害了毫无防备的玛利亚和还在婴儿床里熟睡的小约瑟夫。玛利亚的头部遭受了多次重击，当场死亡，而小约瑟夫
这个年仅2岁的孩子，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哭喊，就被凶手用鹤嘴锄击穿了婴儿床的顶棚，残忍地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最令人痛心的是7岁的小凯瑟琳，法医报告显示，她在遭受袭击后又活了数小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小女孩独自躺在谷仓的干草堆下，紧紧抓着自己的头发，在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中慢慢离世。更加骇人的是，在这场屠杀之后，凶手并未离开，而是在农场里继续生活了数天。他若无其事地喂养牲畜、挤牛奶、生火做饭，仿佛这里的主人从未改变。袅袅炊烟和农场的日常动静，成了掩盖这起惨案最阴森的伪装。1922年4月4日，当堆积如山的邮件、缺席的教堂礼拜引起邻居们的注意时，这起骇人的惨案终于浮出水面。在农场搜索过程中，人们先后发现了6具遗体，整个巴伐利亚地区为之震惊。慕尼黑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但70公里的距离和蜂拥而至的好奇群众严重破坏了现场，让取证工作举步维艰。警方仍然确定了关键细节，案发时间为3月31日晚，凶器是一把农场常见的鹤嘴锄。凶手对工具的娴熟使用暗示这可能是一位农民所为。现场发现的大量未被取走的现金和贵重物品，以及凶手在案发后在农场逗留数日的事实，让警方排除了抢劫动机。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与格鲁伯一家关系密切的人。超过100名嫌疑人接受了警方的讯问，其中包括维多利亚的已故丈夫卡尔·加布里埃尔。由于卡尔的尸体从未被找到，有人猜测他可能并没有死于一战，而是隐姓埋名的活着，并最终因为某种原因对格鲁伯一家展开了报复。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多名卡尔的战友都证实了他的死亡。另一位重要的嫌疑人是邻居洛伦兹·施利滕鲍尔。据传，他与维多利亚有过一段暧昧关系，小约瑟夫很可能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些邻居声称曾听到施利滕鲍尔称呼约瑟夫为我的孩子。此外，施利滕鲍尔在发现尸体时的表现也十分可疑，他似乎对现场情况非常了解，并且在警方到来之前就擅自触碰了尸体，这些都让他成为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警方甚至采取了让灵媒鉴定受害者头骨这样匪夷所思的调查手段。然而，由于证据不足，加上社会动荡的影响，所有嫌疑人最终都被释放。这起震惊德国的灭门惨案就这样成为了一桩永远的悬案。1923年，为平息公众的病态好奇，当局决定彻底拆除辛特凯费克农场。在拆除过程中，工人们却在谷仓阁楼上意外发现了一把沾满血迹的鹤嘴锄，正是那件凶器。这个发现再次证实了凶手对农场布局的熟悉程度，也暗示着他在案发后从容地处理了证据。农场化为废墟后，格鲁伯一家和女佣玛利亚被安葬在瓦德霍芬公墓。由于头骨的遗失，他们只能以残缺之躯长眠地下。如今，这片曾经的惨案现场只剩下一座不起眼的纪念碑，静静诉说着这个100年悬案。数十年来，这起案件始终萦绕在德国刑侦界和公众心中。众说纷纭的理论中，有人怀疑是维多利亚丈夫卡尔假死归来复仇，有人认为是邻居施利滕鲍尔因爱生恨，甚至有人将案件与神秘邪教联系起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刑侦技术为这起100年悬案的侦破带来了新的希望。2007年，德国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警察学院的学生们将辛特凯费克谋杀案作为一项冷案研究项目，利用 DNA 分析和犯罪侧写等技术对案件进行了重新调查。最终，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凶手很可能就是当地社区的一员，并且已经锁定了具体的嫌疑人。然而，由于这位嫌疑人已经去世，并且德国法律规定保护嫌疑人后代的隐私，因此警方并未公开其身份。这起惨案的真相
或许就这样永远深埋历史的尘埃之中。